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探讨 INFJ 适合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吗？ INFJ 独自旅行，灵魂的自之旅还是孤单的冒险？ INFJ 这个 MT 里被称为提倡者的人格类型，一直以神秘而富有同情心著称。他们拥有强烈的内心世界，对外在环境充满洞察力，却又时常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误入凡间的天使。别人只看到他们安静平和的一面，但内心可能正上演一场情感的马拉松。这样的性格究竟适不适合一个人去旅行呢？让我们来探索 INFJ 的内心深处，看看独自旅行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梦幻天堂还是孤单地狱。内向性 I 独处的充电站。 INFJ 是一个偏向内向型的个性，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大量的独处时间来充电。人际互动固然重要，但对他们来说，每一次社交活动都像是在玩社交电量挑战赛，电量一点一滴被耗尽。这也是为什么独自旅行可能是 INFJ 的天堂，无需应付别人的时间表，也不用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交邀请，这让他们可以自在地进行自我探索。优点一，内心的自我对话变成主旋律。 INFJ 有着活跃的内心世界，独自旅行让他们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海洋中。无论是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旁，还是坐在京都的小巷茶屋里，他们都可以和自己的内心导游进行深度对话。这座桥的设计为什么会让我想起人类的连结呢？这杯抹茶的苦涩像极了人生的起伏啊！没有旁人的干扰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哲学思考，这对于 INFJ 来说是绝对的享受。优点二，自在规划，不被干扰。 INFJ 通常有很高的规划能力，但同时也追求灵活性。他们可能会有一份详细的行程，但也希望能够随时调整，追随内心的感觉。如果与别人同行，这种弹性就可能会受到限制，而独自旅行让他们可以无拘无束。今天想去博物馆就去，明天突然想躺在沙滩发呆，也完全可以。对于 INFJ 来说，这种自主掌控的自由感非常重要。直觉性 N 寻找更深层次的意义。 INFJ 是一个对意义极度敏感的类型，他们不仅想要看到风景，还想要理解这些风景背后的故事。走在罗马的古老街道上，他们不仅会欣赏宏伟的建筑，还会思考古罗马帝国的兴衰以及人类文明的脆弱性。优点三，探索深层文化，感受灵魂共鸣。独自旅行的好处在于INFJ 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。例如，他们可能会花整个下午在巴黎某个不起眼的小书店里，只为找到一本带有历史痕迹的老书，或者他们会选择参加某个当地社区的工作坊，尝试用当地的视角看待世界。这些体验让 INFJ 感到与这个世界有更深的连结。挑战一，过于追求深度，忽略现实需求。不过，这也可能是他们的绊脚石。 INFJ 常常因为过于专注于寻找深层意义，而忽略了一些现实的问题。例如，可能因为在某个博物馆里沉思人生哲理，而忘记了最后一班回旅馆的巴士时间，或者在某个景点流连忘返，导致错过了晚餐预约。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他们一时陷入自责，但也成为日后旅程的笑谈。情感性 F 情绪海洋中的航行。 INFJ 对情感非常敏感，他们不仅能够清楚地感知自己的情绪，还能读懂周围环境中的情绪氛围，这让他们在旅行中能够体验到别人无法察觉的细微情感，从而使旅行更加丰富多彩。优点四，与陌生人建立深层次的连结。尽管 INFJ 偏向内向，但他们往往能够在旅行中与陌生人建立意想不到的深度连结。无论是在咖啡馆与当地人聊天，还是在长途列车上与其他旅客分享故事，他们总能透过真诚的交流触及人心深处。这些短暂但深刻的连结，往往成为他们旅行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。挑战二，情绪容易受到环境影响。然而 INFJ 也容易被负面情绪所困扰，例如，一个充满混乱和嘈杂的环境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。若是在旅行途中遇到不友善的人或不愉快的事件，他们可能会内心纠结很久，甚至影响整个旅程的心情。因此，他们需要学会调试情绪，并寻找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。
例如冥想或写日记。判断性 J 对秩序的渴望与旅行中的平衡。 INFJ 通常是高度有组织性的个体，他们喜欢计划，并从计划的实现中获得满足感。这样的特质在旅行中既是优势，也是挑战。优点5，旅程中的完美平衡。 INFJ 能够在旅程中找到结构与灵活之间的完美平衡。他们通常会为自己设定一个大方向，但同时也会为突发奇想留有空间。例如，早上计划参观景点，下午则留给自己随心所欲的探索。他们对细节的掌控能力，让旅行更加流畅且充满惊喜。挑战3，过度计划带来压力。然而，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因为想要一切完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。例如，如果一个行程未能按照计划进行，他们可能会感到焦虑，甚至懊恼。这种完美主义需要在旅行中得到适当的调试，才能真正享受旅程的乐趣。总结来说， INFJ 独自旅行的适合程度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心理状态与旅行目的。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旅行来聊自己，或是寻找灵魂深处的答案，那么独自旅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然而，若是他们处于情绪较低落或缺乏安全感的状态，可能会因为缺少陪伴而感到孤单，甚至对旅行的美好失去感受力。因此， INFJ 应该在出发前先问问自己，这趟旅行我是为了寻找自由与深度，还是需要人陪伴分享这份美好？只要找到内心的答案，他们便能够踏上属于自己的最佳旅程。毕竟，对于 INFJ 来说，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哪里，而是内心如何感受与成长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但是千万不要加入会员哟。